类淀粉蛋白检测阳性，就代表一定会快速发展到失智症吗？决定抗类淀粉药物治疗效果的关键，不单单只是 amyloid PET 是否阳性，呈现了有多少类淀粉蛋白沉积，而是接受治疗的患者是否已跨入 tauopathy 的加速期。其实研究发现，大脑中同样的类淀粉蛋白量，在65岁女性与80岁男性的大脑里，代表的是完全两种不同的危机等级。今天我们就要来谈谈阿兹海默症精准治疗的关键，如何利用年龄与性别，精准锁定 Tau 蛋白爆发的真正起跑点。这份简报会带大家重新思考，什么时候才是最佳的治疗点。我们先来看一个临床上很常遇到的情况。画面上有两位患者，左边这位是 A 患者，65岁女性，她的类淀粉量是35 centiloid。右边这位是 B 患者，80岁男性，他的类淀粉量是60 centiloid。直觉上，你可能会认为 B 患者年龄大、类淀粉负荷高，应该在临床上比较容易恶化。但这份研究结果告诉我们，在预测 Tau 蛋白什么时候会爆发这件事情上，真实的状况可能跟你想的完全相反。另一个临床的核心问题是，这些最新的类淀粉抗体药物，像是 lecanemab 和 donanemab，他们在怎么样的患者效果较好呢？关键是什么呢？大家请看左边的图示，清除脑中的类淀粉蛋白，必须在 Tau 蛋白还没有大规模扩散之前进行，才会真正有效。所以，如果我们只依赖类淀粉阳性或阴性来判断、来做治疗，就很容易错过最佳治疗时机，或者对那些其实不会快速恶化的患者进行了紧急的治疗。所以，我们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改变思考模式，从过去那种对类淀粉蛋白非黑即白的二元分类，转向一个更精准的动态的阀值概念。传统类淀粉蛋白 PET 的判读，就像画面上这个被打叉的开关，它会给你阳性或阴性两种答案。比方说，用20个 centiloid 的单位作为固定的分界点，超过就是阳性，没超过就是阴性。但这种非黑即白的诊断方式，完全忽略了每个人的个体差异。我们根本无法从中看出疾病进程的细微变化，也不知道这位患者距离真正危险的扩散还有多远。目前在 Amyloid PET 的报告中，大部分已经加入了 centiloid 的数值。从二元分类法走向连续光谱，大家看这个 centiloid scale，它是一个从0到100的连续刻度，从蓝色的窟窿，也就是初始沉积阶段，一直到红色的哈窿，也就是临界爆发阶段。这样的连续性评估可以让我们更精准地看出患者的风险位置。但如果在没有经过年龄和性别的校正下，Case A 虽然只有35 centiloid，但可能被低估风险，而 Case B 虽然有60 centiloid，反而可能被过度解读。接下来，我们要先来理解一下阿兹海默症的生物学机制。大家请看这张图，左边是 trigger， 也就是触发者，指的是类淀粉蛋白沉积，它就像点火的火柴，是必要的开端。右边是 driver， 也就是执行者，指的是 Tau 蛋白向新皮质扩散，这才是神经退化与认知衰退的直接驱动力。这张图的重点是什么呢？火柴点燃后，火势的大小取决于环境，也就是年龄和性别，而不仅仅是火柴的数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我们可以把阿兹海默症的病理进展想象成一个骨牌效应。第一阶段是类淀粉蛋白斑块开始累积，第二阶段是达到引爆涛的阀值，第三阶段是涛蛋白开始扩散到新皮质，最后第四阶段，也就是临床症状开始出现，并且开始恶化。这个骨牌效应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能在第二阶段，也就是这个引爆点阀值之前介入，
就有机会阻止后面的骨牌倒下。但这里有一个关键，引爆点的阀值并非固定不变。过去我们认为存在一个通用的危险数值，比如说20或是60 centiroid，但研究发现，这个阀值的位置其实是浮动的，它会随着年龄、性别而移动。所以，寻找每个人个体化的动态阀值才是精准医疗的关键。这就是为什么同样的沈提瑞的数值对不同的人来说，代表的风险等级完全不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研究是怎么进行的。这个研究使用了2个独立的世代研究资料。第一个是 Edney Cohort， 有301位受试者，平均追踪 2.86 年，包含认知正常、轻度认知障碍和失智症患者。第二个是 A05 Cohort， 有143位受试者，平均追踪 1.21 年，来自第2期和第3期临床试验数据。所有的参与者都接受了类淀粉蛋白 PET， 加上至少2次的 Tau PET 扫描。这个研究最重要的部分是结果评估方向的转变，也就是从捕捉单一时间点 Tau 沉积的状态，转向捕捉动态的 Tau， 增加扩散的速率。研究团队将不同示踪剂的类淀粉 PET SUVR 转换为统一化的 Centiloid， 每位受试者都接受至少2次 Tau PET 扫描，这样才能计算出类淀粉量造成 Tau 扩散加速度的点。接下来我们进入第3部分，来看看这个研究发现了什么重要的结果。如果像我们前面说的，类淀粉蛋白是火柴，Tau蛋白是火势，那么年龄和性别就是决定环境是否干燥、易燃的关键气候因素。数据显示，这2个变项显著改变了Tau蛋白开始指数级扩散的 Centiloid 的阀值。现在我们来看第一个关键发现，年龄的悖论。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发现。大家请看这张图表，左侧是男性的数据，右侧是女性的数据。图表中有3条线，深灰色代表65岁以下，橙色代表65到80岁，蓝色代表80岁以上。在男性群体中，Edney 和 A05 2个世代都显示类淀粉蛋白 PET 量引发 Tau 加速发展的阀值与年龄的交互作用非常显著，但在女性群体中，这个交互作用并不明显。整体来说，在65岁的早发性男性患者呈现最陡峭的斜率，表示类淀粉蛋白对 Tau 的驱动效应在这个族群是最强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文章中提到了连结性假说，Tau 的扩散是经由神经连结传递出去的。左边是年轻的大脑，拥有高效的神经网络，连接非常密集；右边是老化的大脑，网络变得片段化，连接稀疏。那为什么年轻力壮的大脑反而发展的比较快呢？答案是，年轻大脑拥有比较强而且高效的神经网络枢纽，但在有类淀粉病理变化的状态下，这些高效网络反而成了Tau蛋白沿着功能连接快速传播的高速公路。所以，年轻的病人就算类淀粉量只是在中低负荷，譬如 Case A 35 centiloid， 也可能触发更剧烈的Tau加速扩展。相反的，高龄病人类淀粉量比较高，譬如 Case B 60 centiloid， 有时候可能存在某种耐受性，Tau的引爆点反而较高。所以年龄会改变你怎么解读同一个数字。接下来我们看第2个关键发现，性别的差异。大家请看这张图，要进入轻度Tau病理的起跑线，女性大约在 40.53 centiloid 就可能启动，男性则要到 61.40 左右。这告诉我们，女性的大脑对类淀粉蛋白的毒性比较敏感，会在比较早期的阶段就开始出现Tau的病变。这代表了什么临床意义？代表如果你用同一套统一标准去收案去判读，
女性可能会在病理已经开始往前跑了之后，才被你纳入治疗，等于错过更好的介入时机。那为什么女性会更脆弱呢？这里有两个可能的机制。第一个是荷尔蒙保护丧失，停经后雌激素下降，神经保护力减弱。第二个是免疫反应的差异。女性的小胶质细胞对类淀粉蛋白的反应可能更激进，反而加速了绦扩散。这一页是临床能运用的数据，轻度到病变，女性40.53，男性61.40，女性低了大约1/3，中度是56.08对78.34，重度是70.05对91.42，差异从3成多到2成多，一路收敛，但整体结论不变，女性需要的 A 贝塔更少，就会跨进绦病理阶段。这章把临床分层做得更精细。你看，同样是轻度绦起跑线，女性在65岁以下只要26.52 centiloid， 65到80岁是38.04， 80岁以上是59.24。男性整体来说阀值都比较高，80岁以上甚至接近99.47，所以类淀粉引发绦的敏感会跟着年龄上移，而且女性在每个年龄跨过阀值之后，不仅仅是绦的扩散加速，对认知功能也是有类似的影响。在阀值之前，认知分数下降很慢，只要沈提瑞的跨过门槛，认知功能 MSE 或 ADAS-Cog 分数的下降速度就会明显加速。你可以用这个结果的概念来和家属解释，为什么现在抓对时机治疗，比等更差再治疗更重要。回到一开始那个临床问题，65岁女性，类淀粉35 centiloid， 看起来不高，但如果以在年龄和性别的框架下来考虑，目前已经接近或跨过低门槛，可能正处在加速期，所以更需要立即介入。而80岁男性类淀粉60 centiloid 看起来较高，但如果能在耐受范围内，累积速度可能反而较慢。所以类淀粉的量35和40谁比较危险，不取决于数字大小，而取决于绦累积速度斜率上所占的位置。接下来我们进入第4部分，临床抽集与策略。大家看这个箭头，左边是 A 贝塔类淀粉累积，右边是阿兹海默症的晚期，中间这条虚线就是个人化的治疗门槛。作者的结论很清楚，抗类淀粉药物的最佳介入时机，应该在病人跨过自己的绦扩散门槛之前。如果你用统一收案标准，可能会把女性跟部分年轻病人拖到更晚才开始治疗，结果就是错过治疗效果最好的窗口。这篇研究有2个重要的概念，叫做时间偏移与加速因子。左边的是时间偏移，跨过阀值的患者病程发作时间会显著提前。右边是加速因子，一旦发病，恶化速度会倍增。这种加速效应在中度与重度绦阀值阶段最为明显。最后，我们来看看这个研究的未来展望，以及它的研究限制。这一页总结了阿兹海默症病理精准诊断的3个关键要素。第一，性别差异，大部分女性可能在类淀粉40左右，就该被更积极看待，男性大约在61左右。第二，加速效应，年轻男性在病理进展上可能更具侵略性。第三，超越二元化，类淀粉 centiloid 的数值不是拿来贴标签而已，而是用来预测绦病理的关键指标。只有精准分层，我们才有机会在不可逆之前锁住记忆。研究结果希望我们将诊疗的思维从开关思维改成刻度监测，然后把年龄、性别还有病程速度一起纳入考虑，去定义每个人的起跑线。
你只有先定位病人离涛起跑线多近，你才能更精确地决定何时开始介入治疗。我们要如何将这个研究的结果转换成优化类淀粉抗体药物介入的策略呢？第一，筛检升级，不要只确认类淀粉阳性，尽量拿到沈提洛韦的数值。第二，女性策略，门槛大约在40左右，就要更积极治疗，不要等到数值很高才启动治疗。第三，个人化监测，类淀粉阳性但还没达到门槛的人，反而可能是最佳的预防性治疗窗口。第四，成本效益，用 amyloid 去推估 tau 的状态，可以降低对昂贵 tau PET 的依赖，让临床实践上更方便。当然，这个研究也有它的限制。第一，样本限制。研究中65岁以下样本相对少，需要更多年轻族群来验证。第二，示踪剂杂讯 f o r t o s i p r 可能在脑膜有非特异结合，尤其可能影响女性资料解读。如果能有第二代 tau PET 的研究来验证，会更好。第三，临床验证。这套门槛要真的确定它在临床应用的效用，还需要临床试验去证明。用门槛分层的策略作为纳入条件，看看是否真的能带来更好的疗效。第四，未来方向，把血液生物标记，例如血浆 p-tau217纳入评估和分析，让更早期的辨识变得更方便可行。这4个方向都是未来研究需要努力的重点。精准医疗要从精准定义、精准诊断开始。当我们愿意用更细致的眼光去看每一位病人的大脑，amyloid PET 的结果就不再只是阳性、阴性而已，而是能帮我们更早抓到 tau 病理的起跑线。你如果想看更完整的深度版本，可以扫描画面上的 QR code， 阅读完整的深度文献分析。也欢迎你留言告诉我，你最想把这套 Centiloid 的分层用在哪一种临床奇迹？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有帮助，请记得按赞、分享、订阅。我们下次见，谢谢大家。